这两天有个消息让人觉得不是那么特别舒服，纽约那边有一只网红松鼠被执行了安乐死。自从我养了 Maxim 之后呢，就听不得这种消息了。这只被执行安乐死的松鼠名字叫花生，是一只有故事的孤儿松鼠。事情的经历是这样的，大约是7年前，一个叫马克的人在马路上边遇到了一只出车祸的松鼠，那只母松鼠呢已经是被撞死了，他就救下了这只小松鼠，把它带回到家里边，细心的照顾，这只松鼠呢就活了下来。后来他尝试把这只松鼠放生野外，但是没有成功，这只松鼠已经适应了马克还有他们家的生活了，在户外呢已经是没有生存能力了，所以马克就把它养在家里边。后来马克就在 Instagram 上分享他和这只松鼠的日常生活，收获了好多的粉丝。后来这只松鼠就变成了一只网红松鼠。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特别感人特别美好的故事，人们把动物救下来之后一起生活了7年，建立了特别深厚的感情。故事的结局应该是完美的，应该是他们继续美好的生活下去。可是事情偏偏走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局，这只网红松鼠不知道是被谁给举报了，纽约的环保署带了一帮的人冲到了马克的家里边去搜家，而且他们还拿到了搜查令。搜家的结果就是把这只网红松鼠还有他们家养的一只浣熊给抓走了。抓走之后呢，本来马克还在呼吁营救这只松鼠，可是谁能想到突然就被纽约的环保署给执行了安乐死了，真是太魔幻了。马克这些年呢也救助了好多其他的动物，而且我相信他和松鼠花生之间是真有感情的，这只松鼠也是他救助其他动物获得捐助的一个支柱。失去这只松鼠呢，我能想象得到马克还有他的家人这个时候心情到底有多难受。我之所以能够感同身受，是因为自从我养了 Maxim 之后，即便是只有1个月，我也相信人和动物之间是能够建立特别深厚的感情的，就是那种家人般的感情。何况是马克和这只松鼠已经一起朝夕相处了7年的时间呀。我觉得纽约这次的做法呢特别的荒谬不可思议，而且已经触犯到了人的良知的底线了。这种官僚的作风竟然能无耻到这种地步。我知道政府往往会打着狂犬病啊、防疫呀、安全呀、为你好啊各种各样的名义来执行这些事情，而且他们做这些事情肯定是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条款可以遵照的。可是你执行的结果，你真正想要这样的一个结果吗？虽然纽约州好像是有这种法律法规，个人未经允许不允许养这些野生动物，有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，可是执行过程中是不是过度执法了呢？你这纽约环保署还有相应的机构，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？你就不能和马克还有周围的人多了解一些情况，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吗？你就不能在了解情况之后授予马克特别的许可，让他继续来照顾这些小动物吗？再差再差的处理方式，难道你就不能放生吗？一只小松鼠而已啊，太常见了，谁家门口没有几只松鼠呢？你直接给它放了不就行了吗？即便是真的有狂犬病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放归自然就好了。说实话，在美国我还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被松鼠咬传播狂犬病的案例呢。其实美国这边很多的野生动物，你像浣熊啊、狐狸之类的，好多都是携带狂犬病的，但是他们在野外生活，不和人接触，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你难道需要把他们都抓起来都给捕杀掉吗？那是不可能的呀。你何必因为一只松鼠可能携带狂犬病，可能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而给它安乐死呢？真的至于吗？这让我觉得呀，就是这帮坐在办公室的官老爷们平常闲的没事儿干，想找点事儿彰显权威的一种手段。这纳税人的钱难道就应该这样被肆意的浪费、肆意的挥霍吗？我觉得就应该像马斯克说的那样，直接给政府削减预算，让他们没有这么多的闲钱可花，没有这么多闲的没有事儿干的人。而且这政府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官僚化。今天他可能上门抓你松鼠，明天谁能想到他会不会上门抓你的猫、抓你的狗呢？后天他能不能上门就把你也给抓走了呢？
真的是难以想象啊！他们只要有了这种权利，想做这些事情，那要找理由还不是特别容易吗？最简单的就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！安全2个字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为了你的安全，可以把你抓起来隔离；为了你的安全，可以建立防火墙，让你看不见外边世界的信息；为了你的安全，也可以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实名制，把你全方位的监控起来。我是真的不敢再往下想了，这种大政府主义如果继续发展的话，会不会美国迟早也会有这么一天呢？在国内的朋友可能还记得疫情期间的隔离消杀吧，把大人和孩子隔离开来，把家里的猫和狗给处理掉，是多残忍呀！别以为这些事情永远也不会在美国发生，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，权力的欲望会无限的膨胀的。没有制度的约束，没有权力的制衡，没有左右的平衡，这道路会向集权、独裁和恶的方向发展下去的。关注我们频道比较久的朋友可能会了解我们是喜欢种菜、喜欢养狗、喜欢田园生活、喜欢自由自在的这种人群。我们其实不是特别喜欢政治，也不太喜欢这种政治相关的话题，可是涉及到自由的话，那就不得不讨论了。我对政府的一个看法或是一个要求呢，就是如果我不需要，就请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我家里边养什么种什么，我这1亩3分地怎么管，你都想来干扰，那我还过不过日子了？如果要是问我有什么政治倾向的话，那我坚决反对大政府主义。我希望能把权力给它牢牢地关在笼子里，永远不要放出来。松鼠花生这件事情呢，目前已经是闹得沸沸扬扬了，大家都等着看结果。目前还没有看到纽约那边有什么最新的回复，可能是周末的缘故吧。我们看看下周一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。关于松鼠花生这件事儿呢，我又突然想起了一个笑话。有人说，如果这只松鼠在被抓去之后能开口的话，它只要说我是从美墨边境过来的，那么等待它的就不会是死亡了，不仅不会死，还会得到免费的住宿，而且能拿到500块钱的礼品卡。真是一个冷笑话啊，让人听了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。